据环球时报的消息称，在8月4号，美国国会发布了中国海军最新的评估报告。报告的名称为《中国海军现代化对美国海军能力的影响》。该报告中重点聚焦中国还在建设的航母，并预计该航母将会在2021年底前下水。除此之外，美国国会又开始炒作中国军力，称中国正在建造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舰队。虽然中国建造最大舰队这种论调，去年美国国会就有报告，但有所不同的是，美国方面此次主要聚焦的是被美方称之为003新型航母。除航空母舰外，今年的报告还着重介绍了解放军开发的几种新项目，比如水面舰艇、水下舰艇等项目。毫无疑问，在新一轮的中美竞争时代，中国的海军现代化努力以及军事现代化努力成为了美国国防规划和预算的首要焦点。不过这都是相对的，美国这边在警惕中国的努力，而中国则是警惕美军的实力而努力。从成立之初，中国海军就有一个强大的对手，那就是美国海军。中国海军自打成立的那一天起，人们就希望其未来能成为中国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的一部分。为此，中国还建立起了一支能够与空军和火箭部队在中国近海地区阻止美国干涉的部队。若不能做到这一点，至少可以延迟美军抵达或丧失其战斗力。不然，中国建设强大的海军是没有意义的。要知道，美国如果想到大西洋作战，那届时他们面临的不仅仅是中国海军，而是中国陆海空以及二跑4个军种，而美国空军只能给有限的支援，美国陆军基本上不能提供多少支援。因此，美国海军要比较的不是中国海军，而是整个中国军队。不说美国打不赢中国，至少现在美国海军是没有超过整个中国军队的实力的。当下，美国国会无端炒作所谓中国海军威胁，无非是为了遏制中国发展制造舆论。但美国小看了中国人的决心，别看中国现在是拥有2艘航母的海上强国，要知道中国海军在成立初期只有1艘小帆船和几条渔船，当下中国海军已经走过了70多年风风雨雨。回顾历史，无论美国人怎样制造舆论，中国海军的发展都会在高速进行中，哪怕是受到了疫情影响，中国海军下饺子般的造舰速度仍在继续，而且毫无停歇的迹象。仅仅在今年的上半年，中国海军就入役了3艘大型海军装备。假如目前中美海军实力的趋势保持不变，那未来就是中国开始评估美国海军现代化对中国海军能力的影响了。伊丽莎白女王号日前已经到达亚太，可能会与美日一起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据福布斯杂志5日发表文章分析，这些军事演习很可能会模拟一旦台海发生危机，美英日3国如何应对。目前看来，英国会不会插手不敢肯定，但是美国和日本是极有可能加入到冲突当中的。从目前来看，美军正逐步从阿富汗和伊拉克等地区抽身，未来其战略重心将转移到亚太地区。美军卡尔文森号航母近日也已经离开本土，正在向亚太地区前进。据美国海军称，此次卡尔文森号航母携带了1个中队的 F-35C 隐身战斗机，加上美军之前部署的 F-35和 F-22， 美军和其盟友在中国周边已经聚集了将近100架5代机。据环球时报6日报道，美国国务院近期已核准了一份对台军售提案，内容涉及了40门自行火炮和配套系统，总价值约7.5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这是拜登上台之后首次对台进行军售，而日本作为反华先锋也没有闲着。据悉，日本为了防止解放军进入宫古海峡，打算沿着琉球海峡进行严密的军事部署。而事实上，日本已经在这些岛屿进行了数次增兵，并计划在2022年新建几个军事基地，部署防空导弹和反舰导弹。美媒甚至叫嚣，中国航母编队想要包围台湾，必须要先过日本导弹这一关。从美日等国的各种行径来看，台海地区现在已经成为了他们围堵中国的核心战场。美日等国公然勾结岛内势力为其撑腰，军事上更是不断在台海地区增兵挑衅，意图阻止我国完成统一大业。我们必须要做最坏的打算。现在岛内顽固分子在美日等国的撑腰下，气焰无比嚣张，很可能失足做下蠢事，而美日等国更是想方设法想要遏制中国。台湾问题就是他们最后的机会，所以不排除美日等国铤而走险，武力介入的可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每一寸领土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祖国统一是14亿华夏儿女共同的愿望。希望岛内顽固分子能够尽早回头，遵从中华儿女共同的意愿，不要再做无谓的抵抗，以武拒统终将死路一条。也奉劝美日不要再挑战中国的底线，两岸统一是大势所趋，所有军事威慑和军事挑衅行为都不能动摇中国人民的决心。解放军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随时给予任何企图分裂祖国的地区坚决的打击。
近期以来，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很快引起了美国的注意。他们把更多的精力全部投放到了中国，认为中国的发展会威胁到美国的地位，于是就找各种理由来针对中国，想要遏制中国的发展。拜登政府还一度公开将中国称之为美国目前所要面临的巨大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身后的一些西方国家也坐不住了，他们甘愿给美国当炮灰，跟随美国的脚步来遏制中国的发展。其实英国就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不过想当美国的炮灰很简单，但也有会翻车的时候。前几天，英国海军将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舰队大摇大摆地驶入到了南海，向我们示威。在航母驶向南海的途中，就有美国媒体怂恿英国海军应该将舰队开到中国南海岛礁12海里处，显示出日不落帝国的雄心。因为美国之前就这样做过。如果英国此次航行中能够做出这样的行动，那必定会吸引更多的国家加入到南海的航行队伍当中。不过，英国舰队进入南海后，在我军的悉心照料下，并没有做出什么异样的动静，随后便安静地驶离了。这肯定会让一旁看戏的美国心里很不舒服。果然不出所料，英国政府很快就迎来了美国的嘲讽。据相关消息报道，近日，美国《华盛顿观察家报》发表了一篇名为《英国在南海向中国卑躬屈膝》的文章。文章指出，英国庞大的航母舰队在南海航行时，没有勇气闯入南海岛礁12海里处，对这样的行为，美国很失望。文章还称，英国航母耀武扬威地进入到了中国南海，却在中方的声明下不敢进入南海岛礁12海里处，这无异于是去南海给中国磕头去了。有相关分析人士认为，英国这次应该可以看清美国的真实面目了吧？他们只是想利用英国来干扰中国。如果英国失去利用价值后，他们必定会破口大骂，并不存在什么盟国之间的友谊，因为美国的本性就是这样。美国是一个时刻把利益放在首位的国家，他们甚至连群众的想法都不顾及，去给自己创造利益。所以说，跟着美国掉坑的只会是自己，最后还会摔得鼻青脸肿。总之，英国始终只是美国的一颗棋子，危难时刻或许就是美国的替死鬼。解放军维护主权的决心可不是跟你闹着玩的。如果想要继续玩火，那就来试试。但我们要提醒的是，中国的导弹打出去的话，就可能收不回来了。在8月9号，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又转发了一幅漫画，指出美国痛点。漫画中，中国全副武装，拿着针头对准病毒，而美国却在中国身后拿着大棒，随时准备给中国一击。而美国的背后则是病毒在攻击。配图的文案还写道，美国除了污名化中国，以转移自己抗疫失败的注意力外，还能做些什么？这幅漫画讽刺意味十足，并生动地反映了美国的现状。在疫情肆意蔓延的时候，美国不想着如何抗疫，却一门心思想着如何向中国泼脏水。在世卫组织第1阶段对华溯源早有定论的时候，美国及其盟友却想着再对中国溯源，阻碍全球溯源行动。同时，美国抗疫不力放毒，造成境外扩散，破坏全球抗疫努力，而美国正在给自己挖坑。目前已有多位国际专家、科学家、媒体等对美国遮遮掩掩的态度提出质疑。对此，英国国际政治分析师基斯兰姆近日表示，美国将新冠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把科学政治化当作其反华舆论造势的宣传手段，并且在新冠疫情话题上歪曲事实，都是向中国泼脏水的手段。而且，关于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相关情况，已被越来越多人采信。有科学证据表明，新冠病毒在中国出现前就已经出现在美国。拥有3处美军基地的意大利北部出现时间也早于中国，还有美国电子烟肺炎等都疑点重重。面对国际社会要求调查的诉求，美国却一再回避。而且过去1周，美国每日新增确诊病例超过10万，美国疫情再次拉响警报。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弗朗西斯·柯林斯悲观地表示，我们正面临崩溃。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官员和医院却还在争论否决强制口罩令。被政客们忽悠瘸了，将政治操弄凌驾于公共卫生之上，美国终究会自食其果。而在这件事上，很多人对中国外宣又有了新的认识。中国外宣越来越主动出击，火力全开，并且直戳软肋。像之前讽刺澳军人海外罪行，惹得澳总理震怒，之后又讽刺日本倒核废水，让日本外相十分愤怒。而在联合国安理会上，更是主动出击，揭穿西方所谓的人权谎言，获得国际社会90多个国家强烈支持。他们给我们扣上战狼外交的帽子，正是因为疯狗太多太凶。